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等待3年的英雄志终于上线，你们会重新喜欢程毅那个背着竹筐的小男孩。我先说那个画面，不是程毅背着背篓进京，也不是卢云跪在公堂上，而是距杀青3年。所有物料被塞进仓库，微博搜不到名字，粉丝在超话里自娱自乐地猜档期。就在这样一个查无此剧的状态里，有演员看完了《英雄志》的前2集，忍不住放话：你们一定会再次爱上程毅的。程毅的卢云演得太好了，等着看吧。这句话比任何一张海报都扎心。它说明2件事：一，剧是真的有人在内部看过，口碑不虚；二，这个压了3年的项目，终于开始有敢发声的人了。很多人这时才反应过来，《英雄志》不是没拍出来，而是早在2023年6月就已经杀青。3年时间，足够一部剧准备、拍摄、后期、播完，再拍续集了。《英雄志》却卡在最尴尬的阶段，拍完了，过不来。前期是没被案先拍被举报，后期又撞上配角风波，女二张嘉倪那边的事宜爆出，他大幅删减、重剪、重审，整个项目就像被人按了暂停键。版权方换，发行方谈，平台排档期，谁都怕踩雷。结果就是杀青了没关博，搜剧名只有查无此剧。这部剧成了一个存在于粉丝圈口耳相传里的都市传说。偏偏这部传说的男主角是程毅，是那个被业内默认业务能力在线的人，是那个在英雄志剧组里受伤被抬去医院，打了封闭针又回去把戏拍完的疯子。2023年6月初，横店有路人拍到他被送医。话题：程毅正业成在英雄志剧组怎么了？挂了好几天，工作室出来确认受伤属实，伤情稳定，再看情况协调。再往前翻，他早年拍戏从威亚摔落撞时臂留下的旧腰伤一直是隐患，这次又在高强度武戏、近40斤重铠甲的状态下硬撑。杀青前一阵，他几乎是扶着腰在现场挪，弯腰都费劲，后来严重到需要轮椅静养。工作人员回忆，一个最扎心的细节是他躺在那儿，第一句问的不是我疼死了怎么办，而是剩下那场戏会不会拖剧组进度。所以当有人从内部看完前2集说你们会再次爱上他，这句话的分量完全不在夸演技，而在于那些你看不到的磨损真的被拍进去了。卢云从穷书生到儒侠的转变，不靠滤镜，不靠后期滤出一个渐变色，而是靠他一点点把身体状态、眼神温度、气场层级往上叠。你看路透就能感受到，被冤屈时，他跪在地上，眼里有泪却不流，嘴角绷着，背依然挺着。那种状态很微妙，姿态上是弱者，骨头却是硬的。他跪的不是权势，是天地公道。这种软皮囊加硬骨头的角色，观众才会喊他卢云宝宝。你会心疼他的委屈，但不会看不起他的懦弱，因为他压根不怂。原著里的卢云，起点低的不能再低。他就是一个真穷书生，背个小背篓进京赶考，包袱里几件洗到发白的衣服，连像样的鞋都不舍得买。那种你在长途汽车站能看到的少年，抱着一本书坐角落，抬头看世界，眼睛亮晶晶。结果进京第一步不是遇上龙门，而是撞上戊辰科举案，一场冤案，把人命当草芥。好好一个人，被按住，被污蔑，被屈打成招。书里那种不认莫须有的倔强，是这个人物的基底，软是气质，硬是原则。但卢云真正要命的地方不在前期，是他后来走上的那条路线，弃文从武，江湖漂泊，又考中状元，卷入朝堂，最后成了儒侠。同一根骨头承受了书生的柔，参谋的智，武将的刚，
外加命运的各种摧残。每强惨这3个字用在他身上都算保守。前期他纯粹又易碎，后期拔剑那一下，如果眼睛里道义2个字还在，那种反差就是观众最爽的点。如果眼睛空了，这个角色就垮了。所以英雄志选程毅，本质上是在找一个肯为角色拆骨重塑的人，而不是为帅气会打找个皮箱。角色要求太苛刻，前期要有书卷气，有弱智书生的文感，但不能演成傻白甜，委屈要演得有分寸，有自尊。后期要扛得起运筹帷幄的参谋气场，又要 hold 住披甲上阵的武将凌厉，还不能让人觉得像换了个人演。唯一的连线就是那双眼睛里一直没熄灭的道义感。这种设定本身就是对演员控制力和体能的双重拷问。再看这剧的命运，3年积压，很多人一开始以为是质量不行被雪藏，但现在来看，逻辑对不上。如果它真的是因为不好看被压，那么拖着拖着就会烂掉，平台也不会愿意花人力物力重剪重审，更不会等到今天还在折腾定档窗口。积压3年后还能传出已经过审的风声，央视网文娱开始下场发物料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朋友圈渠道写那句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片江湖，那里有快意恩仇的侠客，有波诡云谲的权谋，有家国大义的坚守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不是烂到不能见人，而是被一连串外部事故拖住脚步。业内目前相对统一的说法是，最大的问题已经解决，剧已经正式过审，现在卡的是平台排期和官宣节奏。腾讯视频这边呼声最高，大家都在赌一个暑期档或下半年窗口。但注意，所有8月见、暑期必播目前都只是推算，不是官宣。对普通观众来说，这种不确定很折磨；对演员来说，这3年是实打实的青春成本。程毅这边拍完《英雄志》，又拍又上了一部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，再进2京15日的组，又杀了一轮青。工作履历在往前滚，卢云却一直背着那个小背篓，困在仓库里的硬盘里。更讽刺的是，《英雄志》讲的是一个好人走进坏系统，被碾碎，被打落泥里却不弯腰的故事。戏外，这部剧本身也在一个不太健康的行业生态里等公道。杀青3年的剧，居然要为终于能播庆祝，这句话搁10年前是荒诞，如今却成常态。资本博弈、平台避险、政策红线，所有东西叠在一起，最后压在谁身上？压在一群拿身体、拿时间、拿热情赌出来的创作者身上。所以当我看到那条内部演员的评价，我脑子里闪的不是红毯，不是官宣，而是一个很具体的画面。拍摄期某个傍晚收工，程毅扶着腰慢慢往休息室挪，腰上贴满膏药，手里还攥着翻得起皱的卢云场次本。那时候没人知道这剧3年后能不能播，连剧组自己都没把握。他唯一确定的是，今天的戏要演好，明天还有明天的戏。现在有人从成片里看了2眼，跑出来说好看。这3年谁来补？回到那句，你们会再次爱上程毅。他不是粉丝滤镜，而是一种行业内的认可。他用一部可能生不逢时的剧，把自己从一个让人放心的古装脸，再次推向一个带有风险却更有厚度的角色。对观众来说，我们当然可以继续问什么时候播，继续刷新平台预约页。但同样值得问的是，当一个剧被压3年，最大讨论点竟然变成终于要见天日，这套生态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等到《英雄志》真正上线，也许收视和口碑会给出一个答案，又或许市场会用更残酷的方式回答：3年的等待值不值？但有一点已经确定了，不管定档在哪天，
只要他背着背篓那一刻出现在屏幕上，很多人都会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句：诚意，你又疯了一回。也好。